处落脚，不顾浮生跌倒，不惧众生险要，展翅飞高，只为心中正道，光明笼罩，誓要冲云霄。信念化成一束光，誓言斩断那道伤，挥剑黎明破晓前，幻变伫立天地间，破晓时光昨天，永昼遥远不灭，这不堪的一切，去打破这罪孽，冲破轮回。破晓时光昨天，永昼遥远不灭，去照亮这暗夜，斩寒风的凛冽，冲破幻灭的世界。成儿已经不在了，你为何还不走啊？你自由了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走吧，走。爹爹，这焰哨好难学啊！爹给你这个木哨，在你学会用焰哨之前，就用这个木哨，好不好？谢谢爹爹。你来做什么？滚！老夫刚刚丧子，只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我自幼病弱，随家父卖艺漂泊时，见过2只落单的大雁，看上去像是一对父子。北地苦寒，老雁冻毙于滩涂之上，小雁绕着老雁的尸首一圈圈飞，直到家父挖了坑把老雁埋葬。我雁门人都知道，大雁最是有情。是啊，大雁最是有情。见到2只雁时，已是腊月，小雁已无力南飞。几日之后，寒潮骤至，它也随老雁去了。这根本就是愚孝。但是我懂它，我自小靠家父卖艺为生，家父离世前，最担心的也是我，所以我卖身嫁给了郝文侯。你怎么这么愚蠢呢？你爹不会想让你这么做的。只有当爹的才懂当爹的苦心，但也只有当子女的才能明白孩子对父母的如沐之情。我怎能让我爹葬身荒野，无处埋骨？江公子身亡前，一直心挂雁门青云，甚至不惜自尽周护。他在意他自己爹所在意的一切，胜于自己的生命。你个傻孩子，他为什么就不明白，他的性命才是爹的一切？我们都会为了亲人做出自认为对的事，但这样真的好吗？你也舍不得离开雁门，舍不得离开爹吧？啊！
成啊！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唐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在下风传香。唐公子，怎么了？月色不错啊，不是吗？惭愧，好友离世，某还未有心情欣赏此等美景。听闻唐公子是江城身故前见过的最后之人。江城生死前，身旁除了在下，的确没有旁人。江伯伯骤逢丧子之痛，捉拿了公子，令公子受屈，还请公子不要见怪。封剑侠可真是君子啊！难道他们没有告诉你，我已亲口承认杀害了江城？唐某自作自受，算不得委屈。我虽不知公子为何要揽下这等罪名，可是听封剑侠所言，你是笃定我不是凶手？对，因为毒不是你下的。他们怎么给我们放下来了？什么情况啊？因为封剑侠给唐公子做了担保，江门主不信我们，倒是很信那个封剑侠。是那个失踪的风传香？是。料想他失踪一事应该也只是讹传，不过幸好他及时赶到，虚惊一场。某来此，就是为了缉拿真凶，替死去的好友报仇。请公子助我。这对在下有何好处啊？真凶归案，公子自然洗刷嫌疑。这不算好处。诚然啊，即便某不出现，公子也定然有方法逃离。但是据某所知，唐公子先是卷入了郝文侯灭门一案，出寺不久，又成为了杀害阿成的疑凶。唐公子，即便你能逃出雁门，又能保证没有下次吗？难道公子愿意自己所过之处处处冤案，最后成为江湖公敌？封剑侠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呀。某在江湖漂泊，朋友不少。既然朋友不少，为何偏偏找唐某帮忙？因为此次的敌人，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。我们？对，我们。某相信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石大哥，你醒了。雁门那群杀千刀的莽夫呢？江门主已经带雁门弟子都回去了。就回去了？这么轻易？江门主走之前也提出了条件，最迟7天，唐公子要帮封剑侠查出江少门主使用星鬼9星丸一事的真相，给雁门一个交代。我问问他去。某今日只能喝到这里了，若是江城还在的话，定是要与你再喝上一壶，喝到尽兴的。没想到，封兄的酒量竟如此之好。某的酒量平平，只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而已。
不是吧？你们俩才认识多久，就成知己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唐狐狸你这么爱交朋友啊？持久。哎，担不起，你还是叫我池云吧，或者池大侠、池寨主都可以。好了，今日还有事要做，要饮好茶，解酒。是急是急，只是某并未随身携带茶叶，现在也不好去找江伯伯讨要。风兄莫急，唐某有。池云，看茶。你让我给他倒茶？你不愿意吗？不去。好吧。又疼了？疼你还喝这么多？跟这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人装什么自来熟？所以，我想喝好茶，解酒。臭狐狸，你等着吧，老子就是贱。江湖漂泊，最是知己难遇，好友难寻。你们二人呢？风兄错了，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仆从。仆从？这个是他的卖身契。东少侠，我只是个小小的仆从，哪儿配给唐狐狸当朋友啊？喝，这是天上云和唐公子之间的义举，某就不予置评了。此茶甚是清香，天上云，多谢。哎，这才是你的。风兄见笑了。阿谁姑娘倒是融入得很好，都是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事情方歇，应该好好坐下来，安安稳稳地吃一顿饱饭。你说的对，是该如此。那我也来帮个忙吧。钟姑娘，鼻子。哦，我来。好了。多谢阿谁姑娘，我还是不帮倒忙。没事，钟姑娘愿意在这里陪我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钟姑娘的手是惩强除恶的手，这些事由我来便好。短短几日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你一介孤女颠沛至此，受苦了。过去我随爹爹卖艺，经历的艰辛不知凡几。现在还能在这么安稳的地方暖衣饱食，已经很幸福了。况且还能见识到以前从来没有见识到的事情。是啊，我原本以为我这次代表中原剑会下山会很容易，不料是我想简单了。说到这儿啊，还是多亏结识了大家，才使这些千丝万缕的线索逐一浮出了水面。还有唐公子，他虽然行事颇不讲常理，但是却往往达到奇效，真是令人佩服啊。确实，唐公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若是几日前的我，怎能想象未来的日子不是被困在豪府一辈子深居简出，而是能和一群游侠闯荡江湖呢？钟姑娘，这一切还得谢谢你救了我。我们就不要再言谢了。其实我也算是见识过大半个江湖了，但从未有过像此次这般奇特的经历，惊心动魄，柳暗花明。
我盼能早日查明真相，带着功绩回到剑会，不辜负师父；却又盼能迟些与你们分离。风兄，方才你说到的那处风景优美，你与江城的隐居之所是在花溪尽头，峰崖之畔，榴莲小筑。待我们完成与江门主的7天之约，某随时欢迎唐公子和唐公子的朋友们光临寒舍。榴莲小筑。风兄，唐某从未见过燕江的晨景，不如你陪在下去船头一观。甚好。晨光和煦，好景啊！此等好景，最宜让人清醒清醒。唐公子，你这是违约！唐狐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风剑侠，你们的故事，唐某听了，兴趣有，但不多，值不上在下奔波的价码。某以为唐公子是个顾念朋友之人。唐某没有朋友，又谈何顾念朋友？风剑侠，你误会了。可是唐公子，别可是了，人家都说了，人家没有朋友，你还想和黑心狐狸做朋友？怎么被吃的只剩骨头？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唐公子，有话就说。刚刚什么情况？你们昨晚不还相谈甚欢，怎么突然就翻脸了？那天江澄告诉我，最早让他吃下星鬼九星丸之人是风传香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生死之交吗？赤云，你一向嫉恶如仇，我怕你忍不住。背信弃义之人，我确实不会忍。老子这就跟上去看看，要真是他下的毒，老子一刀就把他宰了。赤云这是要去哪？阿谁姑娘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你想问什么？公子想让池大哥跟着风剑侠，为何不直说？被人指使和自己主动，对别人来说可能差不多，对池云可是有很大的差别。大部分时候，我更愿意让他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。我以为你会问另外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手。昨日，你明明看见我受伤，且他就在你眼前愈合，你不好奇？阿谁只是觉得，每个人或许都有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。姑娘，你很聪慧，但很可惜，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。池云和钟女侠都下船追踪去了，现在的船上只有姑娘你我2人。阿谁姑娘，
难道没有跟你说过唐丽慈有多危险吗？阿水姑娘，你是豪府唯一的幸存者，也是刘岩选中的证人。告诉我，我的朋友刘岩为什么会选你？我不知道，唐公子。抱歉，是在下失礼了。唐公子，你的道歉根本不是出自真心，因为你不在乎阿谁是否原谅。你为了获得想要的真相，不惜用最粗暴的行径试探我，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想法。可这样的唐公子，却愿意管封建侠和江公子的事。公子能告诉阿谁，这是为什么吗？刘演将你留在我的身边，果然有他的用意。什么？跟我来吧。人呢？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啊。殿下，江二叔，封殿下，你怎么会掉进水里去了？来，快坐下。来，把这个披上。钱青羽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封殿下，你怎么会掉进水里去了？还有，那位唐公子呢？唐公子忽然翻脸，不再与某合作了。这，过河拆桥。江二叔，你怎会来此啊？我还不是为了长儿的事儿吗？昨日听剑侠所言，长儿服侍邪丸一事，另有隐情。没错，某怀疑他是被下毒了。竟然，可恶！真是可恶！剑侠接下来要作何打算？某与江澄乃是至交，定然要将下毒之人捉拿归案，血债血偿。长儿有剑侠这样的朋友，此生不枉了。剑侠可否带上江某一起同行？黑白两道，我们雁门还是有一些门路的。多谢江二叔，这样自然是最好的。那咱们走，我们还是赶快找个地方，先把你身上的衣服弄干。走。先不说这风传香是不是有问题，这江二叔怎么比江澄的亲老子还积极啊？不太对劲，得再看看。干嘛还嘲讽啊？跟上。这是哪儿？花溪。江公子与封建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唐公子，你不是不愿意帮封建侠了吗？还是唐公子是想与池云兵分两路，一起调查江少门主的事情？你猜对了开头，但却猜错了结果。在下确实毁了与风传香的约，不过我来这里是因为13楼将线索指向了这里。对不住，二位。二位的茶来了。我们既然知道下毒的是他，为何不抓他？我是急性子，我又不是个傻子。我敏锐的江湖嗅觉告诉我，这个里面肯定有鬼。封剑侠，大哥脾气暴烈，若是让他知道你让唐丽慈跑了，他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呢。二叔难道是想到了更好的办法？ 13楼，
那是什么地方？什么事都知道的地方。13楼有全天下最厉害的杀手，和江湖间最齐全的情报，只要你付得起价码。那座楼在什么地方？13楼位置神秘，江湖鲜有人能知晓。但若想与他交易，就要去往他的前哨站——不换楼浮沉地。你如果还想要这双眼睛，我劝你别瞎看。我听说落魄13楼有全天下最厉害的杀手和最齐全的消息，那这里就是不换楼浮沉地了。那落魄13楼呢？钟女侠，你知道此地为什么叫不换楼浮沉地？那是因为此地当真会浮沉。什么意思啊？每月15，正好便是今天，正好便是此刻。它便会从此处江面升起，届时你便可以登上这不换楼，去和落魄13楼做交易。至于你想见到真正的13楼，条件还不够。真是，一定要让老子躺棺材里。阿谁不解，既然如此，唐公子为何不直接去13楼买江少门主与封剑侠的真相呢？刘演布局这桩桩件件，就是想让我在雁门的穷追不舍之下，迫不得已再去一次13楼买消息，来自证清白。可唐某束手就擒，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于是他又派来了风传香。只要我不依他的计划行事，这一局他便赢不了。所以公子便将封剑侠踹下了水。可封剑侠为什么会听命于刘演呢？这便是我们此行的意义了。江湖上的事，真让人匪夷所思，又让人毛骨悚然。叨扰，有主之宅，进门叨扰，方是礼数。你认为江城和风传香哪一个说的才是真的？江城说，下毒之人就是风传香。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说谎，但绝不可能在将死之时，在未了的心愿上去撒谎。所以，江城的话一定是真的。至于风传香，言语可以骗人，恨意和杀机或许可以通过巧妙的隐藏而不被人发现。但一个人住过的地方，天长日久留下的痕迹不会骗人。尤其是友情，就算他能骗得了1日、10日，但是他又如何能骗得了每一日？
花月照江风。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的，可究竟是什么样的误会，能让他们这么好的朋友不能当面说清楚？既然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话，缺的就是一个不能说也没有机会去解释的误会。替江澄压制毒性之时，我便发现他体内积毒恐有鲶鱼，因此半年多前，江澄来找风传香时，他就已经身中星鬼九星丸之毒。只是他自己浑然不知此事。风传香为了帮他延缓毒发，只能暗中继续让他服食邪丸，将其混进食物当中。可不巧，正好被江澄撞见，所以产生了误会。我本就疑心豪府血案后，为何13楼送来的是榴莲小筑血案的线索？现在我更加确信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。可是公子早已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也知道卷入此事是刘演的布局，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一趟？这一切不过是唐某的推测，是真是假，入局还是先局，一探便知。唐丽子，你很不错。今晚不换楼的客人都到齐了吧？你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快手嘞！也只是一只手就能拿到你想要的消息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还有个集市？这是不换楼浮沉地的黑市，普通人想求助13楼，就必须得先到浮沉地找到挑担夫。可挑担夫又不是谁都有资格见到，久而久之，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黑市。那些没资格见挑担夫的人，在这里也能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这里人太多了，还都披着一样的黑斗篷。陈云，走快一点，别把他们跟丢了。真的不见了，怕什么？一会儿时辰到了，在挑担夫那儿还能碰到他们。不是，你刚刚还说，不是谁都有资格见挑担夫的。风传香失踪那么久，13楼对他感兴趣，很奇怪吗？那我们呢？挑担夫凭什么也选中我们呢？事到如今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什么？未婚妻？我堂堂天上云，英俊潇洒，有女人喜欢，很奇怪吗？那敢问池少侠的未婚妻是？白素车。白素车，就是那个艳绝江南、明月天意的白素车啊！你什么表情啊？没有。你这表情分明就是在说明月天意怎么会是你老婆？对呀，她怎么会愿意当你老婆？老子几年前去江南行侠仗义，救过白玉明那老头一家，他对我十分欣赏，就是要将女儿嫁给我。怎么了？等等，你是说，是白庄主执意要将女儿许配给你，而不是我死皮赖脸的倒贴入赘什么？哎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吧，白庄主乃是书圣之后，那既然能成为白庄主的女婿，总得投其所好。但老子就是个杀人越货的黑道，怎么了？对，你说的对。你天上云是黑道希望嘛？这你并不理。这白庄不是1年前被灭门了吗？白庄被灭门了，没错。但府里面没有我未婚妻的尸体，我始终都觉得她还活在这个世上。那不对啊，
你说了这么多，也没说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被挑担夫选中啊？还不是因为老子为了找这个未过门的败家媳妇儿，就来13楼买消息，哪知道13楼就是个黑店。他们见我找媳妇儿心切，要的都是你付不起的价码。最后媳妇儿没找到，人还赔给了13楼。要不是恰好那个死狐狸刚好路过，拿了一张我的卖身契来，说我早就当给他了，不能再卖给13楼。赔给落魄13楼，还是赔给唐狐狸？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知道吧。挑担夫看我又回到了这里，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公子，前面已经没有路了，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。既然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那就只可能在这里了。阿谁，这世上真的有可以托付性命的朋友？你先随信燕去雁门，唐某去一探究竟。公子。一头成，一头败。欢迎诸位来到不汉楼，敢问哪位客人率先出家？我。客人出价几何？一双凄凉目，3根含恨指，5滴心头血，实在自由身。这是要换什么？一个真凶。扁担，你觉得呢？这位客人，这筹码怕是不够，除非什么？拿命来！江二叔，你这是杀你！怪就怪你自己非要惹祸上身。本来程儿一死，杀人凶手供认不讳，我大哥怒发冲冠，就会得罪中原剑会，到时候我理所应当就是雁门之主。这做梦都能让人笑醒的好事，居然就这么被你突然出现给搅黄了。我花了高昂的代价，跟13楼主换了一个杀你的机会。此时此地，不会有任何人来管你的闲事。你今日必死无疑。
头垂下，问他为什么害我？明明是生死相交的朋友，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若有人因我而杀人，有无辜因我而受害，这算不算是我的因果？唐丽慈，你看到了，这样一粒小小的药丸，就能让最好的朋友反目成仇，亲人背义相杀。谁能抵御得了一夜之间坐拥荣华富贵和绝世武功的诱惑呢？我已经让他遍布整个神州，他重新现世，都是因为唐丽慈。这次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你让你的朋友做你的警钟，谁让他们信错了人，你救不了他。流言的蛊虫，救不了他们。流言，我上找你一样。像雪花未融化，不敌一句冷暖。在纷乱世界里，若生命如愿，何惧残卷？梦是回忆，是幻化，也是许多明天。在一真一幻里，你是我回忆呼唤。飘飘荡荡，转瞬多少风烟，曲曲散散，搁浅多少夙愿。若不燃三春暖，怎敢与你相见？曾经我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千遍，一万遍，只为这一天。无论时光深浅，生命长短，人生穿多遥远。命运它一点点，一圈圈，一千转，一万转，只为这轮转。当我如梦春风，遇见你如从前。曾经我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千遍，一万遍，只为这一天。无论时光深浅，生命长短，人生穿多遥远。